12月10日星期三，截至今日下午2点30分，德贤仅至实时票房2.14亿，含预售票房是2.27亿。目前的排片占比是21.4%，但是票房占比高达33.6%，而其他部影片或有倒挂现象。票房排名第3的《鬼灭之刃》已公告将于12月11日下映。我看了未来1周大陆的定档电影没有大片，所以德贤仅至明天开始的排片可望大幅增加，也有助益于票房快速成长。德贤仅至路演时，观众方面夸笑战演得特别好，特别喜欢，一向克制力很强，不在观众面前轻易落泪的笑战热泪盈眶了。他真的是娱乐圈数1数2努力的演员，每一部作品都有质地提升，现在的表演水平甚至远超所谓的科班演员，值得一切夸赞。还有网友分享说，德贤紧致的隐喻挖不完，根本挖不完，我都已经看了好几天的解析了，结果还有新东西。进村子的鬼子一共是14个，因为抗日打了14年，最后打到了13个，还有1个逃了，因为故事就发生在战争结束前1年，那个逃跑的预示着还有1年的战要打。我觉得这部电影以后也会是会被反复拉片的存在，真的非常值得反复琢磨。昨天德贤仅至是只有重庆单日票房第1，今天湖北也第1了，能不能来一场燎原之火？到了周末有更多省份第1，大家安利起来不要停，最好是3次元安利，多和朋友、同事、同学安利。近日，娱乐圈业内一个接一个的给德贤紧致包场中，昨天是张若昀、胡歌，今天是吴越和王传君，很多明星都和正午没合作过，不是正午的面子。我觉得就像李晨在首映礼上说的，他觉得德贤紧致好看，所以一定会包场支持。很多同行应该也是这种心态。我已经感觉到这部电影和当初的《如梦之梦》一样，已经在业内口碑爆表了。当年的《如梦之梦》真的是笑战演员路上一块很好的镀金石，带来了梦中的那片海，从此正式走进央视大门，又带来了正午的合作。这部德贤紧致看过的都知道故事好，笑战演的也好，他给笑战带来的加成会非常大。军旅第1编剧蓝小龙执笔，正午阳光第1导演孔生执导，德贤紧致果然不负众望。看完之后我敢说，这是近10年最特别、最值得看的战争片，因为它完全不走寻常路。这些年中国上映的战争电影不少，南京照相馆、731、金陵13钗、南京，这些电影也好看，但是也让很多人不忍看，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聚焦战火下老百姓的苦难，难免心生沉重。而德贤紧致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部电影竟能让人笑着看。割纸阵写得太丑，被认成了武阵。村民的冷箭矢在鬼子身边画了个软弱无力的抛物线。从南京逃出来的曾孙骗自家太爷他们走的是黄河，就算太爷跳下去也飘不回长江。还有日军坦克上的狂字被老人家的斧头砍成了汪。这些黑色幽默的存在，注定了这部电影的不同寻常。有观众说，在看电影时，自己的笑点和道德感在疯狂打架，因为觉得这种题材该严肃一点，但是很多情节真的很好笑。最难得的是，这电影能让你笑着看，但是却并不存在娱乐化战争的嫌疑，更不会让人因为影片的幽默而减少对侵略者的痛恨。恰恰相反，电影里有很多台词让人深思，我只是死了，你只是没死，我们都不算活着。从南京城里逃出来的，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真是该死。像一个人一样慷慨赴死，像一群人一样前赴后继，我们做的是无人知晓，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你鬼子，时世的轮回也未必能做人，只是披了张人皮，撕了我，再用我的血肉撕了他们。每一台词都振聋发聩，字字句句都在表达人民的愤怒和反抗，也难怪首映礼上前来观影的樱桃和刘敏涛在评价影片时都当场红了眼眶，因为这是一部讲述老百姓抗日的电影，表达的是人民史观，最容易让老百姓共情。影片的感染力也离不开一群优秀的演员。正午阳光作为电视剧界数1数2的制作公司，捧红翻红了靳东、王凯、倪大红、刘敏涛等众多明星，他们想找演员可以说易如反掌，所以能够参与到正午首部电影的演员，
一定是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事实也是如此，电影里哪怕是只出现几分钟的配角，也都非常出彩，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廖凡演的卖货郎，把市井商人的吊儿郎当演得入木三分；再比如杨新明饰演的太爷，有点迷糊又有点搞笑，被称作哭点休止符，有他的戏份就会轻松愉快。阿如那饰演的麻郭福，一句霸道让人忍俊不禁；彭昱畅饰演的笑眼，贪生怕死时有种荒谬的喜感，英勇就义时又让人泪目。还有尹正饰演的鬼子，也把日军的虚伪和残暴演得很生动。但整部电影最亮眼，也是最出彩的，还是主角肖战。港媒称他这回是生理化演技，靠实力撕掉偶像标签。生理化演技，也就是像生理反应那般自然，不是演的，是本能。这个形容词可以说精准又中肯。尹正在采访时分享了一个拍摄期间的小故事，说肖战有一场戏是看到鬼子杀人了，他的眼泪汗一下子就下来了，把普通人亲眼看到同胞遇害的惊恐和悲伤演得很好。更厉害的是，尹正这时候碰了肖战一下，结果肖战打了个大机灵，这个反应是完全沉浸到角色中去了。对此，尹正评价他很有天赋。而肖战在影片中的好演技并不止这一出，可以说贯穿全片，有很多场面都让我对他的表演印象深刻。一、船上的嘴碎时刻，太爷心如死灰，求死心切，如行尸走肉。莫德贤为了哄他，就一个人在那叨逼叨，小嘴说个没完。这一段相当于独角戏，其实表演难度很大，但是肖战演得很好，表情生动，台词有感染力，让人看了觉得很有趣。二、见到卖唱片的被刺死时的反应，汗水和泪水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人也抖如筛糠，机智的恐惧演得太真实了。三、被鬼子追着杀，满村跑那一段，这一段的台词其实偏文艺，但是肖战通过不间歇地跑动和呼吸声，用提醒村民的方式喊出来，就接地气了。这一段其实真的很演，很容易演成曲高和寡，但是他演得很好，就是让人觉得是自然而然的心声。四、墨家的日常戏，在太爷面前装灰孙子，在老婆面前耙耳朵，在儿子面前又是喊打喊骂，把一个家庭的男主人演得特别活。五、最后鬼子的坦克出现，渣兵们还在讨论轮班轮到谁，莫德贤大喊我抡死你，还有笑颜想换穿甲炮，莫德贤一直在旁边喊打打打打打，那种紧张感真不像演的。六、最后从那就这样拔到偏不这样的觉醒，到屋顶上放炮，再到给笑眼合上眼睛，这一整段肖战的演戏都是封神的。是的，用封神一点也不夸张。这一大段肖战的情绪变化非常丰富，从绝望求死到不甘反抗，从慷慨赴死到为笑颜感到悲切，都是重头戏，但是他都 hold 住了。从藏海传到德贤景致，肖战今年用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两个极具反差的角色，一步步打破外界的偏见，靠实力站稳脚跟。他不再是被偶像标签束缚的流量，而是真正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的演员。从流量到实力派的蜕变，从被质疑到被认可，肖战用一部部作品，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证明，真正的演员从不需要靠标签立足，只需要用实力说话。而德贤景致这部电影，也终将成为国产战争片史上的一座特别的丰碑。他用黑色幽默解构苦难，用小人物诠释大情怀，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讲透了中国人的风骨与脊梁。笑着看完，哭着铭记，这才是战争片最动人的模样，也是蓝小龙与孔生联手送给观众最珍贵的礼物。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谁。